Hello，大家好，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视频的主题是从入门到精通的 Web3 新人终极赚钱指南。本期视频会包含如下板块，包括交易所入门、钱包入门，怎么通过二级交易来赚钱，怎么通过空投板块来赚钱，怎么做质押套利赚钱，怎么通过咪咪币来赚钱，如何做项目调研，如何做阿尔法的信息收集，以及最后怎么通过在 Web3 里面打工赚钱。OK，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先从交易所入门这个板块开始讲起。我觉得所有进入到 Web3 的新人下载的第一个软件就必须是币安和欧易这两个交易所的 APP， 因为欧易和币安的话是全球最大最主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所有的新人进入到币圈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通过币安和欧易充值来买币。面对欧易、币安这两家交易所的 APP， 你需要了解的是怎么去注册这两家交易所，怎么去下载这两个交易所的正版的 APP，如何用手中的人民币来去购买 USDT， 也就是交易所入金的这个环节，然后入金之后怎么用手中的 USDT 去购买你想要购买的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然后在交易所或者在 Web3 这个行业赚了钱之后，如何通过币安、欧易这两家正规的平台去出金变现，最后你还要熟悉怎么去使用币安、欧易这两家交易所去充提币给其他的地方，或者是钱包啊，或者是给朋友之间去转币、充币这种操作。关于这一系列的操作的话，我在我的视频的频道主页也录制过很多期关于币安和欧易的注册、下载以及出入金、充提币的教程。关于这些教程的话，在我的视频的频道主页，比如说像这个视频，以及这期视频，还有这期视频，还有这几期视频，都是非常全面且详细的讲解欧易、币安的一系列的教程。你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来注册欧易币安，通过我的链接来注册币安是可以永久获得 20% 的手续费折扣。当你学习和了解完欧易、币安这两家交易所的一些基础操作和入门的一些门槛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学习币圈的一些各种去中心化的一些钱包的操作。在币圈的话，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钱包，这里我只推荐大家去使用欧易 Web3 的钱包，因为欧易 Web3 这个钱包的话，它是非常方便，也非常适合一些链上的这种各种操作。欧易 Web3 的钱包的话是直接内嵌到欧易交易所的 APP， 直接在欧易交易所的 APP 的首页这上面的顶部栏直接就可以切换到欧易的 Web3 钱包的这个入口。在欧易 Web3 钱包的话，你必须要去熟悉和了解欧易 Web3 钱包是怎么创建的，什么是助记词，什么是私钥，什么是钱包地址，并且要了解欧易 Web3 钱包是怎么充币、怎么去提币的，怎么使用欧易 Web3 钱包里面的内部的 DEX 的去中心化交易市场去做交易，又怎么去使用欧易 Web3 钱包去做各种公链与公链之间的币种跨链交易。关于这一系列的操作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的视频主页的最新的这一期视频欧易 Web3 钱包的保姆级新手教程的这个视频里面去看详细的内容。这个视频的话会包含这里的所有的一系列的操作，看完的话你一定是可以学会钱包的这个板块的入门。那接下来就正式给大家讲一下该怎么去赚钱了。首先我罗列的第一个板块赚钱的逻辑呢，就是在二级交易市场去赚钱。什么叫做二级市场啊？二级市场的话，在币圈所有上线大型交易所的各种币都属于在二级市场，没有上线这些交易所的都是属于一级市场的这种币种。在二级市场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一定的交易技术和行情分析来赚到钱的。而合约交易的话，就是你手中只有$100或者$1000，你可以放大10倍甚至100倍来去做空或做多比特币来赚钱。虽然合约交易可以放大你手中的资金，可以放大杠杆倍数，但是它也是风险非常高的一种操作。你在学习二级市场交易之前的话，一定要去了解在二级市场上面怎么去看 K 线。币圈的各种币种的话，和股票的二级市场行情都是一样的，它一样也是有 K 线的涨跌幅度。所以说，你去看各种币种的 K 线的话，你一定是需要了解各种 K 线的一些运行逻辑，以及最起码要了解他们的一些支撑位、阻力位等等之类的。好，学完这些 K 线的理论知识以及交易技术之后，你肯定要学会怎么去开单，怎么去做仓位管理，并且还要学会怎么控制自己的贪欲，怎么去把握好自己的心态。
那我们该如何去学习这些交易技术呢？这里呢，我推荐大家学2门交易技术。第一个就是裸 K 分析法，也就是叫做价格行为学。第二种的话就是缠论。这2种方法该怎么去学呢？首先，我们第一个方法的话，可以直接在YouTube 上面直接搜索罗胜的这个频道，罗胜的这个频道呢，其他的视频你都可以不用看，直接可以看这期专业的价格行为分析和教学视频。这些视频的话是可以让你从0到1非常清晰且熟悉的掌握价格行为学裸 K 分析法的这一系列的入门基础的一些教学。而第二种缠论的这个方法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比较深奥的一套理论。如果你真的想学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可以搜索一个学习的课件的名称，叫做都业华。都业华的话，他是专门讲缠论的一个老师，你在各大平台都应该可以搜得到他的视频。我这里呢也有专门的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呢可能是某个博主把当年都业华讲课的所有的课件全部上传了，直接可以搜索这个博主的这个名称，搜索出来之后，在它的播放列表这里有专门的缠论学习的中级视频和高级视频。当你看完这将近20-30期视频的话，相信你对缠论这一套体系怎么去开单，怎么运用缠论去做交易的这一套理论的话，基本上是应该会有非常熟悉的一个掌握程度了，并且你在你的交易的生涯中，你每到一定的时间、一定的阶段去重新的复盘或者再去学习这一套缠论理论的话，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收获，或者会到达另外一种不同的认知层面和高度。所以面对 Web3 的这种新人，如果想从2级市场赚钱的话，我个人推荐这2种方法，就学裸 K 分析法和缠论的这一套交易理论。如果你认真且踏实沉下心来看完学习完这些理论交易知识体系的话，并且能够控制好仓位管理和心态，我觉得是可以在2级市场赚到钱的。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去讲一下怎么在 Web3 这个领域通过空头这个板块来赚钱。空头这个板块的话，我个人建议是所有 Web3 新手小白都需要去了解和学习的一个板块，因为空头这个领域它是非常适合 Web3 的新手小白，它的成本非常低，有些活动甚至都是零成本，直接可以零撸。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怎么去入门这些空头板块来赚钱。第一个呢，在空头这个板块分为好几种撸毛的方式。第一种撸毛的方式呢，也就是比较原始的基础的撸毛的这种方式，就是批量开多号来撸毛。在 Web3 这个板块行业的话，有很多一些没有发币的一些项目方，他们在没有发币之前的话，会推出各种一些任务和活动。你通过完成这些任务和活动之后，来达到他们的要求和资格，在他们发币之后的话，就能够领到一份空投。很多一些比较聪明的一些小伙伴，他会觉得我用一个账号去撸也是撸，那我可不可以用 N 多个账号来去撸，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开多号的方式。通过这种开多号的方式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人去模拟各种一些操作，模拟各种一些账号来去博更大的一些收益空间。这里就需要你要开多号的话，就需要去掌握和使用指纹浏览器。指纹浏览器的话，市面上有很多款。这里呢，我自己使用的是这个比特浏览器。你通过这个比特浏览器，就需要去熟悉什么是空投3件套，然后空投3件套包含了推特、Gmail 邮箱、Discord 的这些账号。这些账号怎么去注册，怎么去购买？我这里呢，一般是直接是找号商去买的。号商的话，直接去在推特上面直接去搜，比如说搜推特账号或者是邮箱购买账号，直接会出来一堆卖账号的，你多对比几家就可以了。然后呢，每个浏览器账号窗口的话，也需要去创建一个 OE Web3 钱包的插件板，并且每套的浏览器账号上面呢，它的地址不能够用同一个地址，你最起码一个 IP 地址只能够带3到5个账号。因为你所有的账号，比如说你开20个账号、50个账号，甚至100个账号，如果你只用一个 IP 地址的话，那你这里的空投3件套的这个一些比如说推特、邮箱这些账号的话，很可能会直接死掉。所以这个 IP 地址的话，还是需要去找号商去买的。但是呢，我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这种批量开多号交互式撸毛的这种方式呢，它的红利期已经没了，不像前几年。你4个人进来，只要你勤快一点，都能够赚到大钱，这种红利是已经没了。但是在这里，这种的交互式撸毛的这个板块，
现在来说能不能赚钱呢？其实也是能赚钱的，只不过需要你有非常专业的投研知识体系和非常自律的执行力。关于这种直接开多号撸毛的教程，你可以直接在我的视频主页去找到这个视频。这个视频的话，我非常详细的去教大家在币圈如何去撸空头，如何去开多号这一系列的教程都给大家去讲完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确实这种批量开多号交互式撸毛的这种红利期确实已经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说不定你可能吭哧撸了大半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可能1分钱都没撸到，都是有可能的。那到了这个环节，肯定会有很多新手小白会问，那我怎么去在哪个一些地方去获取这些空头的信息呢？我又不知道去哪里去找这项目方发出来的最新的一些空头信息。其实也很简单，我这里呢也罗列了很多一些获取这些空头信息的最新消息的一些板块，比如说你可以去在电报的这些群组里面去获得这种空头信息。关于电报的这种群组里面呢，我个人建议你可以直接搜索这个账号。这个账号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帮你每天去汇总各种一些空头信息以及 Web3 的项目的一些早报。你看它每天都会把这些比较前沿的一些空头信息的收集给你罗列出来，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获取币圈最新的一些空头信息的一些活动，并且还可以自己去做跟踪。而且你获取这些空头信息之后，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表格去定期的去跟踪这些项目的信息，然后还可以在推特上面去关注一些空头领域的细分的博主，这些博主呢，他也会不定期的去更新一些空头信息的板块一些任务一些交互式撸毛的一些信息。我这里去罗列了一些比较专业的，我个人觉得比较专业、比较细分的一些博主，大家可以多去直接搜索他们的名称，去在推特上面去关注一下都行。还有一个板块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空头信息的一个撸毛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我们登录进去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就是里面会有各种一些空头的一些信息的发布，比如说有最新的空头的板块，有最热门的空头板块有刚更新的空头板块。比如说我随便点击一个项目进去，这里呢它会直接写清楚这个项目是具体干嘛的，它的一些项目简介，以及空头详情的一个预测，以及如何参与空头的这些步骤，交互式撸毛的这种步骤都是给你写清楚了，你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步骤和简介来去操作，并且呢，你自己可以点击这个网站进去，去详细了解这个空头项目的一个具体要求。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怎么去零撸赚钱。其实在 Web3 空头这个细分的领域，还是有很多一些直接可以零撸，就是零成本去赚钱的一些板块。零成本赚钱的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直接可以通过币安广场上面赚钱。有些人肯定会问，我在币安广场上面难道都能赚到钱吗？其实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币安广场上面怎么赚钱的。我们打开币安这个交易所，往下翻。往下翻的话，这里可以出现这么黄颜色的加号的箭头，我们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去入驻成为币安广场的一个博主。入驻成为币安广场的这个博主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点击这里的创作者中心进去来看一下在创作者中心这里呢，至少有2个板块是可以赚钱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内容挖矿，内容挖矿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币安广场上面去参与这种内容挖矿的这种赚钱的方式，可以点击这里的报名，报名之后呢，你可以分享你对某个币种的一些看法，对这个币种的行情分析，你可以多写一段话几句话，然后对这个行情分析去稍微剖析一下，然后带上这个行情分析这个币种的标识，通过你的分析呢，如果有粉丝朋友进到这个行情分析页面点击做了交易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着你交易的返佣，这是一种赚钱的方式。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创作者任务台。创作者任务台你点击进去是可以看到币安广场和各种一些项目方联合起来做的活动，你只要通过这个项目方发布的一些任务去给他写一些项目的分析以及一些软文的话，你可以达到他的要求，就可以去瓜分这个项目方去发出来的这种奖励这个奖励的话有大有小但是呢它几乎是零成本的。然后还有一种可以通过币安平台来赚钱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播打赏收入。什么叫直播打赏收入呢？其实在币安广场这个平台，它直接开通了这种直播的这种方式，你可以成为币安广场的一个博主。如果你通过2级交易的话，学到了一些交易技术和交易理论，并且你对交易的话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可以在这里做直播。我们直接点击进去看这个直播，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赚钱的它这里赚钱的话，这里有一个打赏的功能，你看一下，可以直接收粉丝的打赏。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直播打赏的这个功能其实在
币安广场上面的一些博主收到的一些直播打赏，其实还是蛮高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币安广场的负责人银哥这个推特上面公布出来的一些细节收入，有些博主的打赏直接就打赏到了11000美金啊。好，我们看底下的评论区，这个人才播了40多个小时，你看他的打赏收入，直接收入4670美金。其实这种收入还是蛮高的，可能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板块赚钱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如果你是会这种行情分析的话，你是可以直接入驻到这种币安广场上面去收粉丝的这种直播打赏，都是可以赚到钱的。除开币安广场这个平台可以领入，还有一个平台其实也可以领入，这个平台的名称叫做开头。开头这个平台，其实它是怎么撸的呢？它这个平台的话，它会入驻很多一些项目方，因为项目方入驻进来的话，就必须要给出一定的诚意。什么诚意呢？他会把一些空头的份额来拿到这个开头这个平台。所有入驻开头这个平台的项目方，他自己会发布一定的任务，或者是你看到入驻这个平台的项目方之后，你可以去通过给这些项目方写文章、写软文，来获取这个开头平台的这个 YAP 的这个分数，它会有这么分数的一个奖励。分数的奖励是未来你获得入驻开头平台这种项目方的一些空头的一个标准。你只要你的 YAP 的这个分数是达到了一些排名的多少排名以内，就可以获得这种空头。所以说像这种空头的形式呢，也就叫做写文章追撸，相区别于之前的开多号的撸空头。我之前不是说过吗？这种批量开多号的红利已经没了，这种红利是被谁挤占的呢？其实就是被这种追撸平台给挤占了的。所以说你如果会写文章，或者是你直接会用 AI 去写文章也是可以的，并且在推特上面关于这种开头写文章追撸的这种一些教程或者一些方式或者一些技巧有很多，你直接去推特上面搜开头的这种教程的一些技巧啊，直接去学一下啊，多去了解一下他们这种平台的一些算法和规则啊，尽可能的去提高你的 YAP 的这个分数值就行了。讲完这种领撸赚钱的这种方式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低成本的去撸毛赚钱。低成本撸毛赚钱，我这里写了3种方式。一种的话是在币安阿尔法空头板块去赚钱，一种的话就是 OE Web3 钱包刚推出来不久的这个 BOSS 的活动，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各大交易所的一些平台推出来的一些撸毛的活动。好，我们一个个的来看啊。币安阿尔法这个活动呢，其实推出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有很多一些朋友通过币安阿尔法可以每个月稳定的去赚钱，至少可以覆盖自己的生活成本或者赚点零花钱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币安阿尔法大概的一个规则啊。币安阿尔法它是有一套积分体系，它这个积分体系呢会统计你过去15天内的一个积分。这个积分是怎么获取的？就是你在币安阿尔法这个平台上面去刷交易量，刷的交易量每天是可以获得一定的积分。你15天内达到积分的总和的要求的话，就可以领取上线币安阿尔法的一些新币的空投啊。这些空投的话都是有一定具体的要求的一个积分门槛，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交易量积分的一个具体的规则，以及它余额积分的一个规则，这上面都是写的十分的清楚，并且你如果第一时间看不懂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通过推特上面直接搜币安阿尔法的一些教程，大量的教程都可以直接搜得到，非常非常的详细，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去精准的去控制一下你自己刷交易量的磨损成本就够了，把自己的磨损降到最低，能够通过更少的钱来博取更大的一个收益，大概就是这么一条原则。至于教程的话，直接去推特上面直接搜币安阿尔法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然后 OE 的这个 BOSS 的这个活动呢，是刚推出来没多久的，它是在 OE Web3 钱包里面，在它的底部栏有一个 BOSS 的这个按钮，点击进来之后，这里呢同样它也是统计你每天的一个交易量以及每天沉淀在钱包里面的余额。这个交易量呢，它也是统计15天之内的一个交易量的平均值，具体的交易量的计算以及余额的计算呢，在这里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和清楚，以及这个 BOSS 的活动该怎么去刷，我在我的视频的主页的话也是录制了一期视频，
就是这一期视频，我的第3期的这个视频，关于 OKX 钱包 Boss 的空头活动怎么玩的这期视频，讲的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视频的一个内容，或者也可以直接搜索 Boss 的活动的一个关键词，直接在推特上面去搜，也有大量的教程，有很多一些比我说的更好的或者讲的更详细的一些博主通过文字的形式在推特上面呈现出来的，大家可以去仔细看一下。至于交易所官方的一些撸毛活动，大家可以进到币安或者是这个平台上面，在它的首页的这个巴纳图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广告栏目，会有很多一些撸毛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像这一期在币安现货交易这个代币可以瓜分多少万的一个奖金池，参与门槛以及参与的步骤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比如说你像这个平台的话，然后最近又推出来一个5折买 BTC 的一个活动甚至可以去获取这个 iPhone 17的一个奖励。虽然这个奖励的话会不多可能就500台，但是它会经常发布一些其他的一些新币的一些撸毛的活动，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他们这些空头活动或者是撸毛活动的一个公告。讲完空头这个板块赚钱的所有逻辑之后，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个质押套利赚钱的一个方式。质押套利赚钱这个板块其实它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就是比较适合一些大户来质押赚币，并不适合一些小散户。因为它这里的活期年化收益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大概就是6%到10%左右的一个年化收益。如果你是一个大户，你手中有上百万的资金，你存进来1年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几万块钱甚至10几万块钱的一个利息。这相对于传统银行里面的利息的话，那会要高很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散户，你手中只有几千个 USDT， 哪怕只有几百个 USDT， 你存进来其实没多少钱的，还浪费了一些时间，所以我不推荐小散户来做这个活动。如果你手中有大量的一些 USDT 或者是 USDC 这种稳定币的话，也不知道去买什么币合适，不知道怎么去赚钱，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和币安这2家平台的活期的稳定币质押赚利息的这种活动，这种既安全又稳定又能够赚钱。虽然赚的钱可能相对于其他币圈里面的各种操作赚的钱会少一些，但是它至少稳定安全可靠。还有一点就是我并不推荐你直接去那些链上的这种操作，链上的一些项目方发布的一些高利息的一些活动，把你的币提到链上，提到一些钱包里面去质押到别的一些项目方的一些池子里面。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在链上的这种操作的话，第一它的门槛比较高，它的流程非常复杂，然后就是这种链上创业的这种项目很有可能有一些跑路的风险。相对于币安的话，至少目前来看币安是全球最大最稳定的交易所，目前来看肯定是没有跑路的这种风险，所以你把币放在币安里面去质押赚这种利息，我个人觉得相对于链上的这种质押赚利息会稳定会安全的很多。你在赚利息的大前提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本金要安全，这样子才能够让你赚得放心。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在和币安里面是如何使用稳定币来质押赚利息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这个界面，在的 APP 里面呢，我们需要点击这个探索的这个按钮，在探索的这个按钮我们要点击这里的简单赚币，简单赚币这个行情里面我们要选择这里的活期收益。好，这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分别是 USDT 和 USDC 都是有 10% 的这个年化收益，但是呢这个年化收益它是分阶段的。比如说我点击这个 USDT 进去，它这里有具体的奖励规则，就是不超过1000个 USDT 部分呢，是在180天内可以享受平台奖励的这个年化收益，也就是 10% 的年化收益。如果超过了1000个 USDT 的部分，只能够享受 4% 的一个年化收益。哪怕是只有这个 4% 的年化收益，那也比传统世界的银行的这个收益利息要高很多。现在目前的一些传统银行的话，它的年化收益可能只有 1% 点几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相对于这种 USDT 的这种质押赚币的这种收益还是非常香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币安的这个交易所，币安交易所的话，我们需要点击这个行情的这个按钮，在行情的这个按钮我们需要选择这个顶部栏的金融增长，然后再选择这里的即刻理财赚取收益，我们点击进去来看一下。好，进去之后呢，就选择这里的低风险的这个收益，在低风险的这个收益里面，我们重点要看一下 USDC 我们点击这里的申购。好，它这里就有具体的一个规则，这里的可存的这个额度呢就会高很多，它这里是0到1万个 USDC， 它享受的年化收益是 7.08%， 如果是大于1万个 USDC 的话，它的年化收益只有 3.08% 了。如果你手中有一些
大量闲置的一些稳定币的话，我个人建议可以去尝试一下在 OEBN 里面去申购这种稳定币质押赚利息的一些活动，至少目前来看的话是又稳定又安全又能够赚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通过咪咪这个板块来赚钱。咪咪这个板块呢，我是分了2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简单版本的，第二个板块是进阶版的。因为由于视频的时间长度的问题，我就只讲这个简单版的。进阶版的话非常的复杂，也需要花时间去系统的去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我主页的一些关于咪咪币的一些教程和内容。那里面的一些视频的话是关于这些进阶版的怎么扫链、怎么跟踪聪明钱等等之类的一些教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OE Web3 钱包，然后加上这个辅助工具，比较简单的去冲土狗。这种简单的冲土狗虽然只是说简单版，但是呢也是非常符合一些冲土狗的一些规律，并且利用这种方法还是可以抓到一些大金狗的。打开 OE Web3 钱包，在 OE Web3 钱包的行情页面有一个扫链的功能，我们点击进去，进到这个扫链的页面，就可以看到新出来的各种一些土狗代币。在这种各种眼花缭乱的新出来的这些土狗代币，我们该怎么去做筛选？这里我设置了2个筛选条件，一个是在这个新币栏的这个栏目里面，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设置按钮，然后把你的指标设置成市值最起码要大于$7000的市值，我们点击这里的应用，然后把这个顶部栏的这个按钮呢，把所有发射土狗的这种台子呢，我们把它全部取消掉，只关注这个 pump 点放和 BUNK 的这2个台子。这接下来的话就可以筛选大部分的一些无用的一些土狗代币。在即将迁移的这个栏目呢，同样我们也要把这种土狗的这种盘子呢给它筛选出来，我们只关注前2个台子，就是 pump 点放和 BUNK， 然后点击应用，然后在这个条件筛选的这个按钮这里，我们需要把这里的指标去筛选一下，这里的创建时间选择最大20分钟，因为超过20分钟如果还没有跑出来土狗，基本上是已经废掉了。好，我们点击应用，这样的话这里可筛选可以观看的一些土狗的一些代币呢就会少很多了，也会减少你一些扫链的一些工作。但是在这个即将迁移的这个栏目里面呢，就不要做任何筛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评判和冲土狗的一些条件呢？我们就需要运用到这2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 Dbot， 第二个工具是大金狗这个平台。Dbot 和大金狗这个平台都是有官方的 APP 的，我们进到 Dbot 这个平台，在它的 AI 的这个信号板块，它会不定时的会报警一些他们平台监控的一些比较有潜力或者是觉得有潜力的一些币种，可以提供你去作为参考观察的一个对象，并且在大金狗的这个平台这个页面有一个实时的热度榜单的这个功能，在这个实时的热度榜单功能里面，大家需要重点关注排名前3的币种。排名前3的币种是代表着在大金狗这个平台的大数据的背后，有很多一些聪明钱都在去购买这个大金狗的前3的这个代币。所以说你需要去打开大金狗 APP 的这个通知功能，只要打开了通知功能，但凡有些代币已经热度上升到它的前3了之后，它就会给你自动推送过来。只要它推送过来之后，你就把这个代币的名称或者是这个代币的合约地址点击这里的复制按钮，复制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切换到 OE 的这个页面。在 OE 的这个页面呢，你直接可以搜索这个代币的合约地址，然后就可以搜索到这个币了。搜索到这个币之后，我们就可以先点击这个详情的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它这个叙事逻辑是因为什么一个事件去发的这个秘密代币它目前的这个流动性以及它的那个市值是多少包括它的持币地址数都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经过你的一顿分析之后，你再自己去决定这个代币要不要去冲。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就是通过这2个辅助工具，也就是 Dbot 和大金狗这个工具，再加上 OE Web3 的扫链的条件筛选，如果大金狗这个平台或者是 Dbot 这个平台出现了这个 AI 报警的这个信号，或者是这个实时热度榜单的前3的这个信号，同时又出现在了 OE Web3 钱包扫链的这个板块，这3个平台都出现了某一个币种，这样子的话你就需要重点去做观察了。具体怎么去观察呢？我这里也写了一些东西，就是你要学会去判断某个币种它背后的一个叙事逻辑。这个叙事逻辑我实话实说，只能够意会，是无法言传的。因为只有等你去冲各种秘密币的各种经验累积叠加起来之后，等你去观看了
或者熟悉了上千种甚至上万种各种秘密代币之后，才能够去总结一套自己的一个公式，或者说自己的一个行为逻辑。反正我自己这里呢，去总结的一套经验就是，只要秘密币背后的它的叙事是越新颖越好，要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和传播。如果它是一个新东西，它是一个新叙事，哪怕它第一时间让你觉得看不懂，这点你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它这个代币大概率是值得可以去小资金去搏一搏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经验。好，讲到这里呢，我就又需要给大家去强调一点了，就是在秘密币这个领域，你一定是要保持一种原则，一定是要以小博大，而不是以大博小，不要去说哈，不要把自己手中的本钱一股脑的直接 all in 了，这样子你反而赚不到钱，很容易直接就死在了某个秘密币上面。然后在秘密币上面，如果你抓住了某一个大金狗啊，你一定要选择翻倍出本这一个原则，只要你的本金翻倍了，你先把这个本钱给拿出来，剩下的你可以选择去格局，或者选择让利润去奔腾一段时间，看它到底能奔腾多远。越往上拉盘，你的利润要逐步的出货，去在最高点或者是比较高的高点去卖给那些接盘的傻逼，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赚到钱。接下来给大家去讲一下如何在 Web3 这个行业去做一些项目的投研工作。讲这个板块之前，我想给大家去看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话是这个冰蛙这个博主他们这个团队去做的一些研报，并且是公开了的，我也不是私下找人家拿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团队做的这个研报，非常非常的专业。首先他会给出一个结论，这个项目到底参不参与，不参与或者参与是都有什么原因，然后会写出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这个项目的团队的一个背景调查，他们项目团队毕业于哪些学校，之前从事哪些工作，多少年龄，都写得非常清晰，以及他们这些项目团队之前过往的一些创业经验之前做过哪些项目都给你调研清楚了。他们的一些注册地址调查，包括他们那些网站的一些注册地址包括林肯丁上面的一些团队信息的公司的成员，然后还给你分析了一些他这个项目的具体的估值，以及参与的机会，以及蛋糕的大小，以及项目的一些赔率大小，都分析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整篇研报看下来是非常非常的专业，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空头赚钱的板块的这个交互的这个栏目的赚钱的板块，我给大家提了一个大前提，虽然这个红利期已经没了，但是如果你是足够的专业，能够做好项目的投研，并且非常的有执行力的话，还是能够吃到一点肉的。好，那接下来给大家去讲一下如何去做 Web3 的项目的调研。首先你需要去掌握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叫做 CoinMarketCap， 这个网站是可以直接去查到任何币种的信息，你可以在上面去直接搜币种的名称，或者是直接把某个币种的合约地址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币种的具体的一个市值、价格，以及他们的网站白皮书，包括合约地址，包括它上线的哪些交易所都可以查询得到。这个网站是非常非常的方便。CoinMarketCap 这个网站主要还是偏向二级市场的一些币种的信息和数据查询，相对于 CoinMarketCap，RoData 这个网站它是比较偏向于一些早期项目，也就是没有发币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数据和信息的一个查询。我们来看一下 RoData 的这个网站，进到 RoData 这个网站，比如说我这里随便点击某个项目的名称，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分析和具体信息。这里有项目的具体简介，然后有项目的具体的成员，包括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投资方，以及项目获得的一个融资的一个信息。我们还可以查询这个项目团队的成员，包括这个项目过往的一些从业经验。所以通过 RoData 这个网站，你是可以直接分析出早期项目它背后的一个过往经历，以及它背后的投资方式有哪一些，他们的投资方具体给这个项目投了哪些钱，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如果你还想更深挖一些细节的话，可以利用林肯丁这个网站。林肯丁这个网站是国外非常知名的一个职场社交的一个网站，在它这个网站上面基本上公开的信息都是比较真实有用的一些信息。你可以通过 RoData 这个网站查询到某个项目背后的成员之后，然后把成员信息的名字去复制到林肯丁这个网站上面，直接去查一下他过往的一些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
尤其是一些国外的人对于林肯丁的一些信息都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公开出来的，所以说你在这上面去查询一些国外的一些项目，以及国外项目背后的一些成员的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都是可以查询得到。我们还可以通过推特直接搜索某个币种的名字或者某个项目的名字来评判这个项目的热度，以及在推特上面某些大 V 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个分析和评价。推特的搜索其实隐含了很多一些高级搜索的技巧，基本上有70-80%的人都是不知道推特的高级搜索的技巧该怎么去用。我之前1年前的一个视频，对于推特的高级搜索的一个功能保姆级教程，这期视频讲得非常详细，你仔细去看的话，一定会让你发现一片新的天地。通过学习完这个推特的高级搜索，你就可以精准的去检索到某个项目或者某个币种在推特上面你需要搜寻的一些具体的信息了。最后这2个网站就是关于查询项目的数据，这个数据有包含了链上的地址数据以及链上的一些金额质押的数据。一个网站就是 Due 这个网站， Due 这个网站其实非常非常的强大。我们找到 Due 这个网站，然后点击进来。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到 Due 这个网站呢，是需要你去注册一个账号才能够像我这目前展示的这个页面。在 Due 这个网站，你直接可以搜寻某个项目的名称，比如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栏目搜索 Base 这个关键词。为什么要以 Base 这个公链为例呢？因为就在昨天 Base 的项目方已经直接明牌了，他们这个项目是有可能发币的。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发币的话，是肯定会发空投的。我们直接在这里搜索 Base 这个关键词，我们随机点击某位大神关于 Base 链的制作的这一个数据统计。这个数据统计呢，是基于 Base 链空投这个角度来统计的一个数据仪表盘。它这里会清晰的分析了 Base 链上面的具体的一个交易量以及活跃天数，然后包括它的原生官方跨链桥平均下来存款的次数和提现的次数以及存款的金额。所以说你需要根据它这个标准，至少要达到这么一个标准，才是有可能符合发空投的一个资格。所以说在 Due 这个网站上面，你查询任何的项目去做他们链上的分析，可以非常清晰明确的给出一些数据报告，从而来辅助你做一些投研判断的决策。最后一个网站就是 DeFi Llama 这个网站。DeFi Llama 这个网站其实比较常见于各种链上的操作以及链上的 DeFi 项目的这种数据查询。在 DeFi Llama 上面的话，你是可以完全查到每个 DeFi 项目的它的 TVL 锁仓量的一些变化的数据，以及它的一些各种收益率的一些具体指标和数值，包括它的交易量以及稳定币等等之类的，所有关于 DeFi 上面的一些细分领域的数据都是可以查询的。甚至我在这里呢都可以看到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比如说币安、欧易，他们这种交易所类的这种资产的总和，也就是说在交易所里面沉淀了多少资金，你通过这个功能也是可以查询得到。至于具体关于 DeFi Llama 的所有的一些细节功能的用法，我在我的视频的很早期2年前就已经录制了这么一期了，你可以仔细去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虽然你在我这个2年前的这个 DeFi Llama 的这个教程视频里面可能看到的 DeFi Llama 的这个页面和现在的这个页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也没关系，你重点需要学习这些方法以及技巧，学完方法之后，各种一些其他的一些细分的功能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去找得到的。OK， 当你熟悉好这些最基础，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些工具之后，相对于来说，你对于某个项目的一些投研分析的一个能力会提升了很多了。利用这些工具，可以迅速的查询到项目的具体数据和具体信息，从而辅助你做出项目的投研分析和判断。接下来给大家去讲一下，在 Web3 这个板块，我们如何做一些阿尔法的信息收集。其实，在 Web3 领域，推特这个软件对于所有 Web3 的从业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软件。我们可以完全利用推特来做一下 Web3 的信息的收集。首先，你必须要掌握推特的高级搜索。在上一段视频里面，我也给大家讲过，我专门有录制过一期推特高级搜索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学一下。当你学会了推特的高级搜索的一些技巧之后，你就可以迅速的去在推特上面搜索到你想要找的一些关键信息了。第二点就是在推特上面去关注一些值得关注的博主，这里
在值得关注这个博主上面要做推敲。为什么呢？在 Web3 这个板块有很多一些大 V， 可能他大 V 的粉丝到了5万、10万甚至20万、30万的这种粉丝的级别的话，他考虑的并不是每天要做一些干货分享了，他首要考虑的一些目的是需要变现，因为他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粉丝了，他一定是要把这个账号做有更有价值、更有利于他的一些利益的动作。比如说他就会接一些软广，会做一些推广，这些软广和推广的话都是带有付费的性质的，背后的一些项目方会找到他，会给他一笔钱。所以你看到的各种一些大 V 发布的一些软文基本上都是收了钱了的。像这种大 V 的话，我不建议去批量的关注这种大 V， 关注这种大 V 对于你在 Web3 做一些阿尔法的信息是没有完全的作用，而你需要找到的是真正比较优质的那些中小博主。比如说他这个博主只有5000粉，只有1万左右的粉丝，但是他每天分享的内容都是非常的真诚，非常的干货，对你非常的实用，像这种博主你就值得去关注。第三点，怎么去分辨推特上面的软广？我刚刚不是有提到有些推特上面的一些大 V 他是需要做一些利益的变现吗？这里面肯定无法避免他会接到一些广告嘛，接到这种广告他就会写一些软文，这种软文我们该怎么去分辨呢？其实专门针对这个板块我也有录制过一期视频，这期视频的话我会教会大家如何去精准的去识别一些推特的一些广告，去打造你自己专属的阿尔法的信息流。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看完这期视频的话，你会对币圈的一些软广，对币圈的一些大 V 会祛魅。我们还可以利用电报这个软件来做 Web3 的一个信息收集。你可以关注一些每日精选的一些加密频道，在这些加密频道里面，它会给你收集和罗列好当天或者是前一天发生的各种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新上线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项目。比如说这个 C4 这个博主 ，C4 这个博主是国外的一个博主，我们直接搜索 C4 就可以看到这个博主的订阅频道。在这个博主的订阅频道，你可以看到每天重要的加密的新闻事件，以及新上线的一些加密的项目，以及比较火爆的英文区的加密的一个帖子，在推特上面的一个帖子。另外一个博主的频道和 C4 的这个频道的差别其实不大，我们进到这个频道可以看到他每天收集的也是包含加密内容的一些重点新闻，包括一些重点的项目或者是新上线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空头信息的一些检索。在电报里面还有一种类型的频道还是值得关注的，这种类型的频道它是专门推送一些即时的加密信息，这个就是以方程式这个新闻为代表的这个频道。我们点击进到这个方程式的这个新闻，它会实时的去更新推送一些币圈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以及各大交易所上线的各种币种。你只要关注了类似方程式的这种新闻频道的话，它一定是比你去看某些币圈的媒体要快很多的。几乎方程式的新闻是圈内最快的一个新闻推送频道。这里我也罗列了类似方程式新闻这种频道的一些博主，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关注1、2家就行了。最后给大家要分享的就是如何在 Web3 里面通过打工来赚钱。大家不要抵触打工，也不要瞧不起打工赚钱这个路径，因为在 Web3 里面，你只要入职了一家比较正规的一个平台，他们所发的薪水比你在任何的传统企业所拿的普通薪资要高很多的。首先第一个路径的话，就是通过类推来入职。类推的话会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需要有类推的这资源，至少你要认识比如说像交易所内部的一些朋友吧。交易所里面出来的一些新的职位、新的信息的话，你如果能够通过类推的资源来找到这种途径，那你比普通的一些资源路径要快很多。还有一种路径就是通过专业的猎头，专业的猎头会在市面上寻找匹配各种优秀的人才，所以说你自身也要比较优秀，才能够进到猎头的这种搜索目标范围。另外一种形式和路径就是可以通过币圈的专业的招聘平台，这个招聘的平台我这里罗列了有2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家招聘平台，直接在电报里面搜索他们这个频道的关键词，就可以进到他们这个频道。在这个频道里面每天会发布一些不同的一些招聘信息，你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条件和匹配的程度来去筛选
你自己想入职的一个平台，或者是符合你自己期望的薪资，点击这里的按钮就可以查询某个平台招聘的某个职位它的具体的要求。第二家招聘平台 Djob 这个招聘平台也是和前一个平台的内容差不多，只不过它这个平台这里会给你明确的标明，写清楚岗位的职责和岗位的要求，一目了然。你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来自己做匹配。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通过推特来找工作。推特上面的话有各种一些大 V 的博主，他会经常发布一些招助理的一些信息，你可以多关注一下，或者你也可以去关注交易所、投资机构、项目方的创始人以及他们的内部员工的一些推特，在他们的推特上面会经常发布一些招聘的信息和广告，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来去匹配这些信息和广告，你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就去大胆的去尝试一下。OK，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可能这期视频内容时间会有点长，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耐心的看完，希望我的这期视频能够对你起到帮助。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能够对你起到一点点的帮助，请对我的视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的观看。